面对民族大义，他现在不得不做出取舍。You cannot fire. I have to. 炮弹顺着炮管嗖的一下就射了出去，在天空中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，击中目标。一番齐射过后，主舰直接被炸得稀巴烂，母亲也因此掉入大海，生死不知。到了晚上，其他人都在喝酒庆祝，阿方索更是丢出一袋金子作为奖励。可现在他内心无比煎熬，相见即是永别，气得将金子全都砸在他脸上。傍晚时分，他再次来到天台。 自己造出这么个杀气，究竟是对是错？突然间，他发现敌军燃烧的残骸有些不对劲，于是赶紧将这件事报了上去。可阿方索非常自大，说明天一早，他们的战舰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等到了第二天，他早早到观望台查看，发现海面上全是白雾，这大晴天的根本就说不过去。等白雾散去，海面上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。达芬奇定睛一看，顿时大感不妙。不知何时，奥斯曼的海军在海面下布置了无数的鱼雷，只要一有船只经过，瞬间就会被炸得粉碎。阿方索的20多艘战船消失在海面上，这下糟了！敌人还通过陆运的方式将战船运到近海，他们一时间乱了阵脚。等反应过来时，对方的大炮已经射了过来，情急之下赶紧使用轨道炮还击。 奈何对方的火力实在太强了，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。达芬奇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对方突然有这么快射速的武器。通过望远镜一看，那些东西竟然都是自己的发明。到底是谁出卖了情报？敌人的大军越来越近，现在他们不得不转移阵地。经过短暂的商议，他们要跟这群土耳其人真刀真枪的干一把。爆炸还在继续，这群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但面对身后的百姓，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。就在此时，数米后的城墙被轰出了口子。 别看这个王八壳又丑又破，它可是世界上第一辆装甲坦克，一发下去就能轰开几米厚的土墙。自打白天土耳其人入侵之后，罗马人是屡战屡败，东躲西藏，而如今又被这东西给盯上，他们立马将所有的燃烧物都堆在门口，想通过集中燃烧的方式毁掉眼前的机器。 一切都跟预想的一样，这东西出自达芬奇之手，所以对他的弱点了如指掌。但他还是太小看自己的发明能力。火光过后，坦克毫发无损，这下糟了，他们只能再次转移阵地。到了第二天，罗马人开始打起了巷战，可人家早就形成了步坦协同，而且还是那种重装步兵。原本这群人一个能打10个，可面对重步兵顶天极限一化2，再加上坦克的配合，一时间让他们损失惨重。最后一番搏斗下来，伯爵被刺伤带走。 此战过后，土耳其人更加嚣张，男人全部抓走当奴隶，女人和小孩则被当成了俘虏。侥幸逃脱的都躲进了废弃的教堂。为了破解眼前的死局，达芬奇必须要找出设计上的缺陷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看到了那个神棍，此人还是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，让所有的腐朽都成为灰烬。狠活与科技才是未来的主人。可达芬奇不是个刽子手，没想到密特拉竟然如此的冷血。如今母亲被他亲手葬送，现在他了无牵挂，直接就断绝了所有联系。到了晚上。 他们通过当地的百姓知道了一条秘密通道，这通道足以将他们全部安全送出城外。可要过去，必须要跨越2个街区。此时他突发灵感，既然下面走不通，就从上面过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制作出绳索飞钩。他屏气凝神，一箭精准命中目标，随后将绳索固定好，再找来小孩过去重新加固。小孩缓缓的出发，众人都紧张的不行。要知道，这个是他们唯一的求生之路，一旦失败，只有死亡。 好在小孩顺利的渡了过去，达芬奇赶紧将滑索收了回来，小孩也将绳索重新加固。现在只要按部就班的进行，所有人都能逃出升天。偏偏在此时碰到了个娘炮，在空中边滑边叫唤，声音引起下面士兵注意，他们顺着声音找到钟楼。现在只有少数人还没有转移，敌人就在外面撞门，必须要有个人来断后。此时达芬奇的父亲决然留下，他知道如果百姓不撤离完毕，儿子肯定不会走的。 这也算是间接性的帮儿子一把。就这样，他被那群土耳其人带走，而剩下的人赶紧冲向高塔。朋友是倒数第2个走的，可在紧张之下，他没有收回滑索，这时只能采用备用方案。滑到一半，敌人已经追了上来，一刀下去，顿时跌落高空。好在他离得不是很远，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到了第2天，土耳其的营房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这队伍可不是做核酸，而是他们逼着罗马人放弃自己的信仰，如果不听话，直接就一刀劈上去。 此时，达芬奇凭感觉找到了军营，正好也看到了那个老神棍。他希望达芬奇的父亲加入土耳其大军，但他根本不为所动，还将儿子作为骄傲狠狠夸奖一番。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亲眼看着父亲死在自己的面前。这看似其貌不扬的铁管，却是实打实的导弹发射器，弹药现场手动合成，心算读秒，人工点火。但凡配合有点不默契，必将原地起飞。
爆炸过后，发现依旧无法击穿土耳其人的胸甲，看来是白欢喜了一场。这时候，朋友发现盔甲下面的标记，这记号正是几年前他们路过的瓦吉亚领地标志。那时候，他们为了找夜之书经过该领地。据说领主是个狠人，他虽是土耳其王室的二王子，但因王位的问题恨死了自己父亲和哥哥。他最初想将达芬奇收入自己的麾下，但理念不合，没有达成统一。后来为了解救夜之书的制图人，跟领主发生了冲突，搏斗中直接将他推下100米高空，是生是死还都未知。如今他们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分头行动，由朋友和书童折返回去。达芬奇则用新发明的火箭刷一波支持率。到了展示的时候，他再次收割了一波金肤质，一发导弹过去，直接将几百米开外的靶子炸得稀巴烂。众人纷纷鼓掌直呼这是神迹，唯独只有他闷闷不乐，因为他知道光凭这个还无法碾压土耳其大军。与此同时，安妮也在教会要员那里发现了夜之书残卷，同时也找到了达芬奇的妹妹索菲亚。从他们身上的伤来看，似乎刚经历过一场大战。权衡利弊之下，就让索菲亚带着残卷去找达芬奇，而此时他还并不知道达芬奇就是他亲哥哥。最后，安妮则留下来对付土耳其人，没多久他就被带回大营。在这，他看到了达芬奇的母亲，看来那一发轨道炮还无法要了他的命，于是他主动请命进行审问。等人走后，安妮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要虚与蛇尾，后来才知道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儿子。一旦他脱离密特拉的掌控，组织就会想尽任何办法去抹杀达芬奇。母爱是伟大的，他就让安妮通过梦境帮自己传条消息过去。此时达芬奇还在熟睡中，恍惚中他进入到了另一个人的梦境中，在这里他看到了安妮，他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尽数告知，同时也说了残卷在他妹妹索菲亚手上。等达芬奇醒后，母亲也给索菲亚传递消息，母女俩见面非常激动。正说着话，突然间母亲的投影尽数散去，因为在现实世界中，她已经被苏丹王给抹了脖子。安妮懵了，因为她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未来。另一边，朋友和书童也到了瓦吉亚那里，可这领主明显是个记仇的主，先给他们个下马威。到了晚餐的时候，朋友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来意，领主没有直接同意，反而郑重地介绍自己是尊敬的德古拉伯爵。正说着话，书童发现自己头晕脑胀，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六在饭里下药。等他们醒后，德古拉逼着他跟自己玩个游戏，就赌这小书童的命。但无论怎么走，对方都在收紧绳索，眼看着小书童要被长剑洞穿身体。此时他突然想起来是自己当初手欠拿了1枚金币，现在他火速跑到城楼上将硬币丢了下去。到此德古拉算是原谅了他们。科学家至今都没有研制出的雷电炮，尽早在500年前已经有了原型。虽然这看上去是一堆破铜烂铁，可当风筝升空时，雷电炮的模组瞬间开始转动，恐怖的电火花开始乱窜。不多时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一道惊雷直接将树干劈碎，雷电顺着绳子笔直地汇聚到机器中。如果这东西能量产，那对付入侵者不跟土狗一样轻松吗？等朋友回来，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自己的发明展示一番，但这老色批好像对眼前的索菲亚更感兴趣。一番解释后，朋友知道了这里的故事，同时也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个奇怪的东西上。他很不解，难道就想凭这么个小玩意打败人家的钢铁大军？这时候达芬奇用电子炮瞄准桌子上的铠甲，轻轻一转，一道雷电过后直接将它劈个对穿，果然是实践出真知，这东西可行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当即达芬奇就联合德古拉找到教皇，要用这东西作为圣战十字军的超级杀器。在一番商讨后，教皇去做最后的战前动员，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士兵们信心大增。同时达芬奇等人也在战场上做最后的部署。可当他们赶到军营时，发现一片狼藉，这里似乎经过了一场非常惨烈的厮杀。远处的德古拉慢慢的走了过来，他说这群人是遭到了偷袭，如果再这么损失下去，这场仗还没打就已经宣告失败。等到了晚上，他们决定报仇去偷袭敌军大营。现在敌人草木皆兵，看到可疑的东西直接上去喷火。埋伏好的人利用视野盲区，轻轻松松的就干掉了重装步兵，再让德古拉用不死之躯吸引火力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已经晚了。打开出口，人家早就恭候多时了。就这样，达芬奇和书童用抢来的坦克成功混入敌军内部。现在他们紧张的不行。一番观察后，他瞅准时机离开坦克，然后布置好事先准备的炸弹。他这是要准备一次性解决所有麻烦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跟书童离开军营，一发炮弹射过去，顿时把军营炸了个底朝天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决战的时候来了，敌人全都武装到了牙齿，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。大战正式打响，场面一度混乱。起初这些人还能游刃有余的杀敌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敌人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越来越多。没多久，书童就被刺伤倒地，好在他够机灵反杀了对方。而朋友那里正为了放风筝而发愁，一个不留神直接就摔了下去。现在只有靠安妮了，他顶着对方的火力一点点的爬上去，要是还没放飞，所有人都将死亡。因为在战场上，德古拉已经被苏丹王给捅了个对穿，达芬奇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为了保护有生力量，他只能宣布投降。于是这群敌人没收了他们所有的金属武器，众人现在都无精打采。这时候那个老登走了出来，好像他对现在这个结果不是特别满意。达芬奇现在真恨不得亲自宰了这个神棍。老登看出了他眼中的杀意，就让苏丹王亲手解决掉他最看重的天才。突然间，远处出现了恐怖的天象，
场面之大，连苏丹王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。闪电过后，场上一片安静，老登也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属于达芬奇的，同样还有这个打不死的小强。战争结束了，几人策马在草原上，书童决定先帮助刘明活下去，而朋友则逼着达芬奇给他造一艘游艇作为奖励。就这样，几人去了新的地方生活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。